将来的台积电同样是一种产品，它可能有一种是 Made in Taiwan， 一种是 Made in USA 的。那你下定以后这一年，台海会不会发生危机？台湾出产的台积电的晶片，不管它是几奈米的，它都是一种风险性产品。下班微线，小鹿带你看世界。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已经走到了下半年。在这个世界上面呢，像是中东战争、地缘政治，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它的节奏。在国际物价、资本市场上面的讯号现在很纷乱，所以呢，这一集我们特别为你邀请到前行政院副院长施俊杰老师，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下半年的经济把脉。欢迎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一开始就用最贴近我们的时事题请教老师。就是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他人到了国会作证了，这是一个针对他到底要怎么做的一个听证会。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对于美国经济还有下半年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好，华许到了国会，先在众院作证，然后在参院进行一个半年期的一个报告。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很重要的，他就是他誓言会对抗通货膨胀。他说他义无反顾，一定会对通货膨胀不假辞色。好，所以呢，只要有通货膨胀的征兆，而且严重的话，我想他一定会采取相关的措施的。老师，那请教市场上面怎么理解他这个誓言要对抗通膨？因为现在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嘛，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只要跟 AI 沾上边的，这个波动幅度都非常大。那美国自己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美国方面今年AI 的需求大概到了6500亿到7250亿美元。意思就是要投资这一些资料中心，那对 AI 资料中心的需求增加，就是会对用电啦、对于材料啦，跟对于一些基础建设的一些需求都会增加因此对通膨有很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美国跟伊朗的停火又结束了，又停止了，所以呢，他们两个之间呢会让整个油价上涨。所以油价呢，原来在6月15到7月8号这个停火的期间它油价曾经跌到70美元以下，但最近已经又回到85美元了。所以这几个因素呢，都会促进整个通货膨胀的。但是美国最新公布的整个通膨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的乐观，就是说6月份的通膨呢是只有 3.5%， 它比起5月份的通膨4.2% 就要来得低很多最重要的是市场原来预期是 3.8%， 它竟然比市场预期要来得低。这当然都是因为它是6月份的这个物价6月份的时候6月15这个川普已经跟伊朗停火了嘛7月8号又再继续开火，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下一个月要公布的7月的通膨，它到底会涨还是会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我跟你们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超级惊人的，就是我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国际线，但是呢，有超过1半以上的人没有订阅。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这个节目，也喜欢我们选择的内容，我想拜托你帮忙，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赶快移动到订阅那个按钮，按下去吧。因为呢这个动作可能不花你1秒钟的时间，也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对于我还有团队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励。我看着你们的订阅，我就有更多的动力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深更好，长期的陪伴大家。请大家帮忙按下订阅下班国际线。那您观察这么多届的联准会的主席，然后他们做的决策，像上次老师在这个节目上面非常受欢迎的一集，也是来分析说这个到底一个独立的联准会主席它的功能。那这一次世界都在问美国升息还是降息，老师你有自己的想法吗？我们觉得应该先从市场的反应来讲由于这个6月份的通膨已经下降到 3.5% 了所以市场预期7月28号联准会的会议会升息的可能性已经从 40% 降低为 15% 了，所以大家预期呢是不太会继续升息。但是我们不晓得美伊战争的情形以及 AI 未来继续的发展，但是我想对于华许都应该要有信心的啦，因为华许是一个我想各界都非常赞扬的一个联准会主席相信他具有独立性，而且相信他不会再犯联准会在2023年的错误，
就是把2023年当时的整个的通膨以为是暂时性的，所以让它呢野火燎原，最后呢不得不升息，而且都还没有办法把这个非常顽固性的通膨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把它压制下来了。那我想华许已经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了，那华许应该会当机立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重点是，联准会不一定是只看主席的意见啊。联准会利率的决定啊，是由一个 FOMC 会议，叫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它一年12个月，它开8次，那下一次是7月28号。那这个12个委员里面有12个委员，有7个是联准会的委员，有另外5个是由这个联准会的地区银行的主席来担任这些轮流担任委员，由他们投票决定的啦。这不是一人一言堂，不是一人一言堂哈。当然，主席还是有引导跟讨论的空间呐。但我们从6月8号所公布的，7月8号所公布的这个联准会在6月会议的会议记录里面，我们是看到2件事情。因为联准会开完会以后，会议记录不是马上公布，它可能要隔1个月才公布。它这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他们里面有这个非常激烈的争吵，就是那一种升息派跟认为利率应该维持稳定的，这有各方面不同的看法，所以在会议上有不同的意见。好，最终决定呢还是多数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嘛，这是上一次会议。那第2次就是很多委员都在关心 AI 带来的需求的刺激会不会让物价更不稳定啊？所以 AI 的问题确实是有引起美国方面政策决定者的关心。老师，那更多的资料现在我们已经在报章媒体上面可以查到了嘛？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是预计有可能通膨推升，这个华许是可能升息的。如果真的形成了这样子的政策，对于台湾跟日本的影响是什么？好，我们先讲日本啊。如果美国升息的话，那么第一个，这个美元的这个币值，美元会升值啊，所有的资金呢都会进入美国，所以对于美元的需求增加，美元就升值了。那么美元跟日元之间的利差就会扩大，这个扩大了以后呢，就会加速日元跟美元之间的叫美元的套利活动，就是借日元然后去买美元的资产，然后呢赚中间的利差。这个呢就是日元现在会一直贬值，贬值到162日元对于美元的关系。如果美国继续升息，那这个贬值的趋势会更严重，说不定到163、164都有可能。那么日本方面呢，很可能就会干预了，意思就是说，他会在市场上呢，他就买进这个日元，大量买进日元，让日元升值，让做那些套利的人呢，他会发生损失。这个事情呢，日本在2年前做过，他当时做的时候，就发生了全世界的一个平仓的一个风波。那台股呢，也因为这样，在那一天下跌了1600点。所以这个是美元升息会对全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尤其在日本联动台股。对，因为你在日本方面，你日元突然之间升值，因为日本财政部的干预，所以呢，许多持有美元他欠了日元的那一些作手，他们就要赶快卖掉美元资产，回头去抢日元，好回补嘛。那因此美元的资产的价格就会有一阵狂卖，价格就会下跌嘛。这些钱也很可能跑来台湾买了台积电的股票嘛，所以他也要赶快把台湾股票卖掉，回去平仓所以呢，日元的这个 carry trade 就套利的活动是非常部位非常大的。美元升息有这个风险因为它又把利差扩大了，利差一扩大，日本的财政部更坐不住，而且日本每次要干预汇率它都是很狠的，他专门选那种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日本在放长假的时候，让你那一些在做套利的那一些日本人是根本就来不及反应，那他这样才有办法在国际市场上让日元回到比较正常的部位。这是对日本的影响，对日元的影响。那对台湾呢？当然了，台币可能就要贬值了，因为美元升值了，升息升值嘛。那台币贬值的话，那对我们的通货膨胀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我们的进口品很多都是以美元计价进来的大宗物资，所以我们的物价会不稳定。OK， 然后呢，因为这个美元升值了，所以进台湾的许多外资啊，大概就会发现，在台湾投资的这一种边际利润下降，所以在台湾的这些外资呢就会减少，所以股市呢大概就会受到影响啊，这是升值的弊端对台湾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大致了解是这样。那美国市场现在也都是预期会不会升值，因为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不是像去年一样都在讨论会不会降息，现在是在讨论会不会升息啊。在进入到台湾的影响之前，我还想再追问跟华许有关的，因为老师也说各界很看好，同时他很年轻，然后我也关注到他在记者会结束之后呢，他自己成立了几个特别的工作小组，好像在预示着接下来联准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新面貌，是吗？是的，华许他成立了5个工作小组，这5个工作小组里面包括第一个怎么样缩表啊，第二个就包括联准会怎么样跟社会沟通那第3个联准会所依据的这些经济数据应该要怎么样好好利用这些数据，这一些里面的工作，他都已经聘请了非常厉害的经济学家，比方说他聘了2-3位很出名的经济学教授，这些教授有的是拿过诺贝尔经济奖，有的是曾经当过以前总统的经济顾问，那甚至也聘了在英国英格兰银行当了10几年总裁的 King 来当这里面的顾问市场上的一些华尔街的一些具有声望的投资银行的一些大佬，也都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所以我们晓得就是说华许不会任意只用他自己个人的偏好来决定联准会要做哪些改变，他是想从制度上来做的。因为华许有2个特色，第一个，他把刚去世的葛林斯潘当作是他的导师他说葛林斯潘是他的 mentor 那葛林斯潘当了将近30年的联准会主席。第二个华许自己本身就当过联准会的委员，而且呢，他后来辞职的时候是在这个伯克南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他对于伯南克的货币宽松，他是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所以在政策上呢，他不会是一个很极端的人。那他虽然年轻，但大家对他呢，原先认为他会随着川普的意思来做事情。看听证会之后看到他，但是我想，我们从他上台了以来的这些表现，我们是可以很相信他是具有一种独立性的，也就是按照整个经济的发展的情况去决定货币政策跟利率政策。理解。那这个大范围的前提，谢谢老师帮我们这个剖析完成了。那应观众的要求，我们要回来谈谈台湾的台积电。老师，我之前在您的一个专访当中有一句话，我特别的想要深入的请教老师。老师说的事情，台积电要面对的事情是今天的台积电如何跟明天的台积电竞争，一个是本土的制造，一个是全球的布局。老师可不可以再多跟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知道将来在美国的台积电的厂，它可能占台积电的总生产可能会有到达1半所以呢，将来的台积电同样是一种产品，它可能有一种是 Made in Taiwan， 一种是 Made in USA 的。你对于美国的厂商来说，你要买一个 Made in Taiwan 的一个晶片，你带有风险，因为你下定了有可能1年以后才拿得到晶片嘛，各地都是这样。那你下定以后这1年台海会不会发生危机，导致到时候台积电无法履行他从台湾出货给你的承诺？所以台湾出产的台积电的晶片，不管它是几奈米的，它都是一种风险性产品。他在下单的时候跟照他要收货的时候，中间有风险。所以有风险性的产品面对一个他在美国生产的晶片，那个是无风险的，因为美国不会发生战争，所以呢，你跟美国的台积电下订单买晶片，那你应该可以确认1年以后一定拿得到。好了，所以呢，它是无风险的。那请问呢，有风险跟无风险的中间就会差什么？就是有风险的就要有贴水了。所以呢，有风险的呢，可能美国的晶片可以卖比较贵一点，台湾的晶片可能就必须要卖比较便宜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台积电自己
会面对跟自己竞争的关系，大家都会抢着要买这个美国的台积电。那台湾的台积电呢，它可能那你订台湾的台积电，可能价格可以有个折扣。这个就是将来台积电可能要面对2种不同的定价。台湾的生产要跟美国的生产进行竞争，我们称这个就是一个你自己厂内产品虽然相同，但是加上风险以后它是不同的，就是这一个竞争。老师，那这个状况很特别，自己家左手打右手。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台积电会不会想要加速把所有的产线都移往美国啊？这个恐怕还是要问台积电了那也要问台积电的股东了如果你是一个厂商，你希望说如果在美国生产，劳动力比较少，劳工也比较少，还有很多优势呢是台湾所独有的，那你的生产还是要保留一部分在台湾嘛美国生产它有成本比较贵，虽然它风险比较低，甚至是无风险这个就好像说美国生产的台积电是美国公债，风险很低，那台湾生产的台积电是美国的一般的公司债，它是有风险的，所以一般的公司债跟公债之间就会有一个差额嘛那个差额就是一个 premium 嘛那个 premium 就是台产台积电的晶片跟美国产的台积电的晶片之间的差异。但是美国虽然占这个优势，但美国我们就说嘛，它的生产成本比较高嘛，所以这个是2个未来的竞争难怪老师是说他的对手其实是未来的美国的台积电他的对手也是会是 Intel， 因为 Intel 我们知道它已经经过3个很大的转变。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呢的川普总统在应该去年吧，他把原来应该要给 Intel 的政府的拨补90亿美元，改成由美国政府入股，所以 Intel 有10%的美国官股，那美国是最大的股东，政府。那另外呢，我们知道美国也叫 Apple 用的 iPhone 的晶片跟它的 Mac 笔记型电脑的晶片都用 Intel， 那甚至可以叫NVIDIA 黄仁勋，那黄仁勋也曾经宣布他投资50亿美金于 Intel。好，所以Intel 它确实是有能力能够跟台积电做一些竞争，特别是在他们新的总裁陈立武之下那这几天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不只是美国啦，我想日本也有一个尔必达嘛那尔必达他盖了第1座厂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看好他甚至已经宣布说再来他要打价格战。他说将来现在一片晶片1个晶圆1个瓦的生产成本，如果定价是3万美金，好，假定那他准备用2万多来跟台积电竞争嘛但是尔必达的前途会怎么样？有人问过尔必达说，你们第2家厂会盖在哪里？你记不记得大概半年前的笑话，他们的总裁说可能盖在火星意思就是说根本就好像不太可能因此产能上的竞争跟规模上技术上的竞争，台积电还是领先的。这个东西我们是绝对要有信心的。就是因为晶片它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资源，所以感觉到美国它在下一盘大棋嘛。刚才老师帮我们分析了 Intel， 可是我更好奇的是这几天大家看到这个市场上面最新的苦主，老师 IBM 发生什么事情？IBM 你要想象它不是 AI 公司，它是软体公司。IBM 在美国股市可以一夜之间股价下跌25%，非常惊人那你也可以看其他跟 AI 有关的公司，对，就像韩国的 SK 海力士，它呢上市在美国上 ADR 的第1天，股价就上涨了13%，但是交易的第2天，在韩国，它股价就下跌了15%，到了第3天，美国的 ADR 它竟然上涨了27.7%，这个东西呢，就是表示说有很多产品 AI 里面的产品，它的波动性是很大的，因为特别是记忆体，它有一种超级循环。价格不是很高就是很低，而且循环变化的很快。但是像这种台积电的这种先进晶片先进制程的晶片，它的价格是很稳定的，你很少听到它说它的售价会有极端的变动。然后台积电呢又能够把它的良率
还有其他的这整个晶片制造的过程里面的很多阶段，都维持一种独占的一种地位，技术上，所以晶片，台积电的晶片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稳定性的产品，又稳定又领先，对不对？对。老师，那我接下来想再请教细一点，就是老师对于韩国市场的观察，因为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都是很好奇，为什么明明海力士这个 HBM 在这个国际上面询问度这么高，在美国 ADR 挂牌上市的成绩也很好，到了自己韩国自己本土的这个交易市场上面，可以出现这么戏剧化，这中间的机制是什么？两度熔断了吧？最近这几天，我想这个我可以分4点来谈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 MSCI 这一个全球性的指数的亚洲 MSCI 来讲，这里面呢前3大的公司占比到30%的，其中台积电呢权重15%，韩国的 SK 海力士跟三星2个加起来15%，所以呢 MSCI 里面有30%是台湾跟韩国的科技股加起来的，然后整个科技股加起来占比到40%到45%。OK， 那你知道美国方面它有科技七雄，它科技七雄在 S&P 500里面的占比也不过是30%，它就已经非常集中了。那台韩这3家公司占比30%，集中度太高了，集中度很高。集中度很高呢，通常是2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因为你技术先进，所以你变成了独寡占，然后再下来你就集中度很高那韩国事实上它今年以来它已经熔断7次了，这个包括前几天的那一次。那韩国在今年的股市最厉害的就是它涨超过100%，涨1倍它的指数，然后呢现在大概跌到占60%几，所以韩国的股市的波动很大。原因呢，就是因为这2家公司，因为这2家公司所生产的这种记忆体，它原来就具备有一种超级循环这循环就突好突坏这样子。那韩国呢也很会用产能来打击其他的竞争者。我们不要忘记了，台湾的 DRAM 曾经被韩国修理到完全断绝生机嘛，台湾的平板也曾经被韩国整个的用整个产能的作战把我们消灭掉所以韩国在这方面是很行的。那韩国的股市呢，我想在第3点上面，就是这2家股市因为韩国在5月份的时候开放，大家都晓得的，就是个别股的正2正3反2反3，所以呢它就使它的波动性更加提高因此这些情况就促成了整个韩国股市的不稳定那全国也都是沉浸在一种投机的风潮之中。但是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说，全世界在看亚洲的股市现在都在看韩国他不一定看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一家台积电嘛，他要看台积电，他就看美股的台积电 ADR 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认为台股现在是第5大股市，世界各国就注意看台股。你要在外国，你要查到台股的指数，我告诉你，恐怕还很困难。老师也刚刚我趁这个机会跟老师分享，我前2天主持到一个专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现在如果在韩国你去做这个征婚，或者是这个要找择偶，你在你的履历上面特别注明你是 SK 海力士的员工，那个网站会给你更好的排名。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不幸的事情，就是因为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个，现在开放个股正2反2的操作，大学生开杠杆开到30倍，并不是一件特例的事情。那我想请教老师，这一切告诉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呢？好，韩国的这个海力士跟三星他们呢都已经在劳资谈判里面同意他们的员工以三星而言，他把利润的10.5%是给员工的，很多然后呢，利润的10.5%给员工，而且他保证给10年，所以你知道10.5%在第1年就每一个员工可以分到40万美金，注意40万美金，1200万新台币老师分红就是一个普通员工平均就分1200万新台币，这是韩国的劳资谈判里面谈出来的。韩国的工人平均工人的平均年薪比我们高
大概就是100万台币。但是你想想看 ，SK 海力士跟三星只要是记忆体部门的，他们一年分红1200万，而且10年哦，如果他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因此你想想看嘛，那种相对剥削感在韩国会很重。意思就是说，韩国人都在讲啊，我只要看到我的同学他是在海力士工作了，我就会觉得我受到伤害啊。我成绩也没有比他差啊，当时我要去的地方也不是差的地方，所以现在听说韩国啊，就只有医生啊，除此之外第2位排的就是三星跟海力士了，他甚至已经比牙医、比律师都还要高了。那这个东西啊所造成的那一种不平跟那一种怨恨，在社会上是个很大的问题，蛮刺激的，蛮刺激的。我想外国的评论都有做这些报道，我们台湾方面反而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呀。所以听说你是这些公司的员工的话，现在在婚姻市场上是非常吃香的啦。老师，因为他们不这么做，三星的员工当时会谈下来，就是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拿到这些分红，他们就要罢工了。是。然后刚刚老师又说，这又是在这个资本市场上面这么集中、这么重要的一间公司，所以如果一旦罢工、停摆了这个生产线的生产，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敢想象，所以最后资方反而让步了。是。台湾真的没有关心到这个韩国的这一些的发展。我想是这样，韩国方面原来工会就很强啊，韩国的工会啊比日本的工会，我想亚洲里面最有制度的。他们春斗秋斗什么东西都来 ，OK。那台湾不至于像这样，但是台湾啊，确实来讲，这个劳动者的所分到的这一些应该要有的这些份额，事实上是30年来不断在减少了。我们就把 GDP 从这个30年前那个时候的大概52%生产出来 GDP 52%。是属于劳工所得，到现在呢，大概只剩下44%了，所以大概少了8%。那我们现在的 GDP 是28兆台币，所以1%就是2800亿嘛，那2800亿，将近是2.8兆了那将近2.8兆里面，如果分给台湾2300万人的话，就代表说每一个人每一个月是少了1万块台币。所以这个金额如果回到30年前那种分配比例，你每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5口的话，你一年会增加，你一个月就会增加5万元，回到那个分配比例。所以显然我们的劳工所分到的这一种经济成长的果实是减少了。那流到哪里去了？2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因为台湾已经越来越资本密集，所以很多部分都是流到资本的折旧上面去，因为你用了资本财。另外一方面就变成老板股东的利润这个部分30年来他们大概增加了5%分配的比例增加了5%这个5%当然就是很多的钱了这5%现在讲起来好几兆每一年因此其他的一些国家，以韩国或者美国这些国家来讲，他们的劳工所能够分配的都还在50%到55%，而我们现在就只有45%不到，所以分配确实在总体上来看有很大的逆转，我们应该想办法做好所得分配。对，老师不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面发表这样子的观点了。每一次老师分享这个论点的时候，都引来非常多的网友是赞同老师的看法。那老师您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官，然后也现在是大家的老师，你怎么看韩国媒体说是富裕的台湾但贫穷的台湾人这个问题总是得解决？而且想请益老师的事情是，国际上面有没有什么正向的案例是台湾可以学的？这个要怎么下手？下手的方法有很多啦，那但是呢，就是先要养成全民的共识，说我们的分配上面应该要调整。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分配上面应该要调整。所以你再继续再讲要降低盈利事业所得税，那绝对是不对的啦，所以呢，你就要想想看，就是说哪些事情可以调整所得分配的，我们都要来做。如果形成这种共识了，将来有新的政府出现了，这个新的政府往这个方向去做，那么它当然就能够水到渠成。
因此一个很大的社会改革是要慢慢来的，先造成一种思想跟造成一种风向啊，告诉大家说劳工的所得确实30年来在不断的恶化之中，你企业家给劳工的薪水太低了，你们的加薪的速度要提高。如果你不提高的话，那可能社会就要想到一些强迫的方法让你们加薪。老师，既然我们聊到了工作上面的态度，老师一定也观察到最近台湾的资本市场非常热嘛，所以股市好的时候就一波离职潮，然后最近的这个资本投资市场讯息很混乱，大家又会觉得说我到底应该要上车下车，我对于工作的态度应该要怎么样累积钱财，我看到别人都累积得非常快，那现在好像越想越慌。所以我在想节目的最后，我可不可以请老师看过那么多的经济的循环，也看过各种不同产业的轮动，现在台湾年轻人或者是投资人应该要关注什么？好，我想这大家都说是60几年来没见过的了哈，我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这种热潮了哈。那我看到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调查，这是一个很不严谨的调查哦。那我特别讲一下，就40%几的人认为说，他买得太晚了。OK， 应该在台积电200块的时候就买了，这样。还有20%几的人，他觉得说他买了，但是买得太高了。另外还有10%几的人，他说那很高的时候我就应该卖掉，我很后悔我没有卖。所以告诉各位啦，所有投资的问题，每一个人不管他有赚还是有赔啦，他总有一个后悔，说他没有在某一个时点上做一个他认为正确的事情。那我也看过华尔街的一些投资人、投资分析师讲过很有道理的话了。他说：“你最好永远卖得太晚，买得太晚，就是你永远不要认为你不是卖在最高你就后悔。OK， 你也不要永远后悔说我不是在最低的时候买，你差一点没有关系了。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让你不要有那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啊。那么台湾的股市啊，基本上我们分析过韩国以后，就可以了解台湾股市没有韩国那么疯狂了因为台湾的台积电跟我们的伺服器，还有整个底下的封装啦、测试啦，这都是很扎实的基础跟工业了那这些很扎实，所以AI 这个技术它不是假的啦，它是真的。即便 AI 的泡沫破掉了，这技术还是人类伟大的技术啦。只是它现在的股价万一是有泡沫，那个泡沫可能是价格不对，将来会调整回原来的价格嘛。你在可预见的将来，你绝对都还相信台积电的先进制程的晶片会主导人类，不知道还要几十年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有台积电真正具有威胁的厂商在出现或者什么技术在发展中国在讲的什么套世代，我想上次节目有位专家已经告诉各位了，那就是把晶片叠起来而已不是什么伟大的发明。所以在这种基础之下有人说 AI 的发展就像以前的铁路，或者是说像网路，铁路跟网路也都发生泡沫过嘛，这样泡沫过也有股票可能下跌，但技术还在终究影响人事那这个东西不是对 AI 的每一个产品都成立的啦。就像说记忆体当然都永远需要，那只是呢记忆体那么高的价格它会经常有波动，而且它的价格泡沫的成分很大嘛那种股票当然你买了要很担心那你如果原来买的就是台积电，你就是放着，像你买一栋房子一样放个30年，我相信30年以后一定是比现在都还要值钱，你也相信你是一个正确的投资我听懂了，老师的意思是一个长期的实际的乐观主义，但是在整个 AI 当中还是要细看它实际的造成的经济上面的需求。是。今天呢，我们从一开始联准会现任主席到国会听证他的最新说他要对抗通膨的这个做法，然后让大家更了解它的走向，然后再聊到台积电最新的动态。我们同时也比较了台湾比较少关注的韩国，从三星聊到 SK 海力士，不论是对于员工的薪资，或者是整体这个企业上面的发展，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给台湾现在的科技业还有我们工作态度的一些启示。
再次谢谢老师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这个未来的资本市场跟科技还是有很大的动荡，希望可以再次邀请老师回到节目上。谢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班国际线下，大家拜拜。